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美股坐标系。今天的七巨头，我们来聊苹果，代码 AAPL。先抛一个对比，今年亚马逊、微软、谷歌、Meta 四家公司合计要在 AI 基础设施上烧掉超过5000亿美元。苹果呢，管理层给出的资本支出指引区间，市场估算大约在130到150亿美元这个量级，取中间值差不多是140亿。两边差距不是1倍2倍，是30多倍。正常人的第一反应，苹果落后了，没追上 AI， 要被淘汰了。但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就在市场喊着苹果没有 AI 的同一时间段，苹果刚刚交出了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几份财报。最近一个财年，全年服务营收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单季度服务营收一度创下将近290亿美元的历史记录。iPhone 在多个地区同步刷新了季度记录，全年净利润达到了1100亿美元左右，同比增长接近20个百分点。一家被市场判定 AI 掉队的公司在财务上交出了历史最好成绩。这个矛盾才是今天这期节目真正想和大家聊的东西。第一部分，苹果的 AI 战略和所有人都不一样。我们先回到那个5000亿和140亿的对比。大多数科技公司做 AI 的逻辑是建服务器、买显卡、造数据中心，让用户的问题从手机飞到云端， AI 在服务器上思考，再把答案送回来。整个过程耗电耗钱，但算力越堆越强，服务可以随时升级。这是 NVIDIA 的生意，也是各大云厂商的生意。苹果的逻辑不同，苹果把 AI 放在设备里，你的 iPhone、你的 Mac 芯片本身就在处理 AI 任务。这套思路叫端侧计算，苹果给它起了个名字叫 Apple Intelligence。 这两条路线不是谁高谁低，更多是一个商业选择。苹果的选择有它的财务逻辑，全球活跃的苹果设备超过23亿台，每一台都是一个运算单元。如果每次用户问 Siri 一个问题都要跑到云端处理，光是电费和服务器折旧成本就很难控制，这笔钱要么吃掉利润，要么加进定价里。苹果的策略是把简单的涉及隐私的任务留在设备上处理，只有复杂的查询才连接到云端，而且这个云端是接别人的。先是 OpenAI， 后来又签了谷歌 Gemini， 付授权费用，对方的大模型能力，自己不建大型数据中心，付钱买服务。从财务角度来看，这套模型有一个很明显的好处，苹果不需要把利润砸进资本开支，自由现金流可以留下来做别的事情，主要是回购股票和分红。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会专门展开讲。第二部分，这套模型的隐患，但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正视。苹果这条路成立的前提是端侧芯片要足够强，只要 A 系列芯片能处理越来越复杂的 AI 任务，把 AI 放在设备里，这个逻辑就能自洽。苹果在芯片上的能力毋庸置疑，这是它真实的护城河之一。但另一个前提是，苹果自己的 AI 必须好用，否则在设备里处理和在云端处理对用户来说没有区别，用户就没理由因为 AI 而换新机。这就是市场现在真正担心的地方。 Siri， 苹果在 WWDC 2024发布会上展示了下一代 Siri， 可以理解屏幕上的内容，跨应用完成复杂指令，一句话帮你找到一张照片，然后编辑再发给联系人。这些演示相当惊艳，苹果也拿它大做广告， iPhone 16的很多宣传都围绕这套功能展开。然后现实来了，这些核心功能原计划随 iOS 18一起推出，官方随后确认要推迟，表示将在2025年内分批上线。到了2025年3月，苹果正式对外宣布，最重要的个性化 Siri 功能要延迟到2026年。苹果高管在多个公开场合承诺2026年内推出，但始终不给具体时间节点。今年年初，据彭博社等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 Siri 新功能的交付节奏在内部反复调整。有报道指出，部分功能可能要推迟到 iOS 26.5， 更复杂的功能甚至有可能要等到 iOS 27，也就是今年秋天配合新一代 iPhone 的发布才能落地。就在这个传闻出来的同一天，苹果股价单日下跌超过 5%。 延期本身是一件事，但更深的问题是这件事的性质。苹果向全球数亿用户公开承诺了一套功能，消费者冲着这些功能买了 iPhone 16，结果功能迟迟没到。已经有多起消费者集体诉讼指控苹果虚假广告，
品牌信任度的损耗会有滞后的代价。当你真正用一天，会遇到什么？我们用几个具体场景来感受一下，苹果想给你的 AI 体验和你现在实际能用到的之间差距在哪里？场景一，早上起来，你想让 Siri 帮你整理今天的行程，把日历、邮件、备忘录里所有相关信息汇总，按时间排好告诉你，顺带提醒你出门前要回哪封邮件。这是苹果 WWDC 演示里新版 Siri 最基础的能力之一，也是他们卖给消费者的核心场景。现实是，当前 Siri 在跨应用整合上极为有限，碰到需要同时调取日历和邮件的指令，多数情况要么只完成其中一部分，要么直接跳出来让你手动去查。场景二，你想找3年前发给某个朋友的一张照片，让 Siri 找到它，裁剪一下，通过特定方式发出去。整套流程在发布会演示里行云流水，在现实设备上，照片搜索勉强能用，但跨到编辑和发送这一步，大部分设备上还做不到。系统要么卡在中间，要么弹窗让你去手动操作。场景三，你在手机上打开一个 AI 助手 App， 粘贴一段文字，问他帮我提炼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10秒钟出结果。这件事今天任何人都能做到，不需要任何特别的设置，随手一开 App 就行。苹果承诺的那套屏幕感知加跨应用行动的 Siri， 如果真的到位，应该比这更流畅，不用打开任何 App， 对着手机说一句话就行。但这个体验今天还不存在。业内不少测试反馈也印证了这个观感。新版 Siri 在处理复杂多步骤指令时，稳定性和准确率仍有较大差距。遇到超出本地模型处理能力的任务，经常需要转回云端大模型兜底。这个差距就是苹果觉得端侧 AI 已经足够和用户真正需要少点几次屏幕之间的距离，而市场今天对苹果估值的犹豫，本质上就是在给这个距离打折。还有一个维度容易被忽视，中国市场。谷歌在中国被封锁，苹果与 Gemini 的合作对中国区用户根本无法直接适用。据报道，苹果在与百度接触，但目前没有正式落地公告，没有发布时间，也没有具体的功能承诺。整件事还停留在传闻层面，而中国依然是苹果第2大市场。过去几个季度，在当地的营收有明显改善。如果 AI 功能无法覆盖中国用户，苹果的 AI 换机周期故事就先天缺了一块。第3部分，服务业务才是苹果真正的护城河。聊 AI 聊到这里，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看苹果。服务业务才是今天这家公司最值得认真对待的部分。先说规模。苹果服务业务在2025财年全年营收突破了1000亿美元，单季度最高将近290亿美元。这个体量已经可以和很多独立公司的年营收相比，而它的毛利率接近 75%， 几乎是 iPhone 硬件毛利率的2倍。你买一台 iPhone， 苹果赚一次硬件的钱，但你每个月付的 iCloud 费，每年付的 Apple Music 订阅，每次在 App Store 里付的款，这些是持续流入的。把服务业务拆开来看，服务这个词，苹果用它打包了命运截然不同的几条收入线，放在一起容易掩盖它们各自的风险和空间。第一块也是最大的一块是 App Store， 用户在 App Store 购买应用、订阅服务，苹果从中抽取佣金，通常在 15% 到 30% 之间。这是服务业务的核心现金流来源，也是监管机构盯得最紧的地方。第二块是订阅服务 iCloud 存储、Apple Music、Apple TV 加、Apple Arcade、Apple One 捆绑包，这些服务共同的特点是用户粘性强，续费意愿高。iCloud 的逻辑尤其稳固，你在手机上积累了多年照片、文件和备份，切换到其他云服务的成本极高，大多数人不会轻易动。这类订阅收入是服务业务里相对不容易被监管动摇的部分，也是最安全的收入来源。第三块是 Apple Pay 和金融服务，每一笔通过 Apple Pay 完成的交易，苹果从中收取一小部分手续费。这块占比目前还不算高，但随着无接触支付的渗透，这是一条增长稳健的长尾。第四块是广告，很多人意识不到苹果在做广告业务，但 App Store 搜索广告、苹果新闻和股票 App 里的广告位已经是一块不小的收入。有分析师预测，这条业务长期可以达到100亿量级。广告的好处是利润率极高，问题是它和苹果一直标榜的隐私优先之间有内在张力，这个张力会随着业务规模扩大而越来越难以回避。第五块是搜索协议，
谷歌每年付给苹果大约200亿美元，这是分析师的估算数字，苹果从未官方披露，换取成为 Safari 默认搜索引擎的地位。按照估算，这笔收入大约占苹果服务业务全年营收的18%到20%左右，这是服务业务里利润最高，同时风险也最集中的一块。哪些收入线更安全，哪些是风险敞口？ iCloud、Apple Music 这类订阅是整个服务业务里最稳定的部分，用户主动付费，功能边界清晰，监管难以直接干预。App Store 抽成和搜索协议是2条正在承压的收入线。欧盟的数字市场法已经要求苹果在欧洲允许第三方应用市场和替代支付方式，让开发者可以绕过 App Store 直接向用户收费，苹果无法从中抽佣。目前这个规定只强制执行于欧盟，但如果其他主要市场跟进，英国、美国、日本、韩国 App Store 的利润结构就面临实质性冲击。欧盟已经开出了数亿欧元级别的罚款，后续还有更多案件在审理中。搜索协议的风险更集中，时间窗口也更近。美国司法部正在进行的谷歌反垄断案，核心争议之一就是谷歌为维持默认搜索引擎地位，向苹果支付高额分成。法官认为这可能构成反竞争行为。如果最终裁决导致这项协议必须重新谈判，甚至被要求终止，苹果的服务利润每年会少一大块。可以做一个假设性的推算，如果这笔协议收入的1/3到一半因监管压力消失，苹果服务业务的整体利润率会被砍掉多少？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任何认真建模的分析师都必须把它纳入的真实变量。整体来看，服务业务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故事，而是几条命运不同的收入线的叠加，有相当稳固的部分，也有真实的监管风险敞口。把这两者分开来看，比笼统说服务业务很好要有用得多。第4部分，我们来说苹果的估值。苹果目前的前瞻市盈率大约在30倍出头这个区间，高于纳指成分股整体的平均估值水平。如果横向比较同组的科技巨头，微软和苹果的前瞻市盈率其实都在30倍上下，亚马逊略低一些。换句话说，苹果并没有因为 AI 投入少，增速相对温和，而在估值上比竞争对手便宜多少。这本身是一个值得停下来想一想的现象。多数机构给出的12个月目标价大约比现在的股价高出1成左右，和七巨头里其他几家相比，这个空间不算突出。围绕 AI 落后的情绪，过去1年里，苹果股价从阶段高点曾经回撤超过10%，但在大盘整体承压的时段，苹果的跌幅往往比其他几家科技龙头更小。这个特点是市场给它防御性溢价的主要理由，也是一些机构投资者在不确定时期愿意把苹果当作相对安全的底仓的逻辑所在。估值背后的股东回报机制，30倍出头的市盈率对于一家营收增速并不算很高的公司来说，显然不是便宜货。要理解苹果的估值为什么能长期维持在这个位置，必须把回购机制放进来一起算。过去10多年，苹果在股票回购上的投入规模是美国企业史上绝无仅有的。仅2024财年，苹果花在实际回购上的金额就超过了900亿美元，加上分红，合计超过1000亿美元返还给股东。2025财年，苹果又宣布了新一轮回购授权。从2012年启动回购计划至今，苹果累计花在这上面的钱已经超过700亿美元。注意，这是单一年份的数字级别，过去10年的累计总量更大得多。回购对股东的意义在于它会持续压缩流通股本。假设公司净利润没有增长，但股本每年缩减了3%到4%，每股盈利就自动上去了。对于持有苹果的长期股东来说，哪怕苹果整体业务的增速是温和的，每股所代表的公司价值也在逐年扩大。你持有的那份所有权，在同一块资产里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可以做个简化的思维实验，假设一家公司在没有特别高增长的情况下，每年把相当于市值3%到4%的规模用于回购，再叠加上温和的业务增长，股东拿到的长期综合回报往往比单纯看利润增速算出来的要好看。这就是巴菲特当年大手笔买苹果的核心逻辑之一。他说过，苹果不完全是一家科技公司，更像一家拥有极强消费品属性的企业。消费品公司的特点是业务现金流可预期，不需要持续大规模资本开支，可以把大部分利润还给股东。
对比那些把利润大量砸进数据中心的公司，苹果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资本配置路线，少建基础设施，多还给股东。在 AI 叙事主导的市场环境里，这条路线看起来有点保守，但它的实际长期回报取决于一个关键问题：苹果有没有办法在不大规模烧钱的前提下，持续维持它的定价权和用户粘性？如果可以，回购驱动的每股盈利增长就是可以持续的真实价值创造；如果做不到，回购只是在延缓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苹果是一家非常特殊的公司，它在 AI 军备竞赛里做了一个反常规的选择，不烧大钱，不建数据中心，把 AI 塞进芯片里，把最难的部分外包给谷歌。这个策略省下了大量资本开支，让自由现金流可以继续回购股票，对现有股东非常友好。与此同时，它有超过23亿台活跃设备，有粘性极强的生态，有一个正在快速成长的高利润服务业务，全年净利润创下历史新高。从长期来看，这些是真实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但它也面临真实的压力。Siri 从2024年一路推迟，官方已经确认新版功能要到2026年，具体交付节奏仍在调整中。监管正在逼近服务业务的2条核心收入线，估值并不比主要竞争对手便宜。中国市场的 AI 落地方案还没有正式公布。在大盘回撤时，苹果往往相对抗跌，这是防御性价值的体现，市场也确实给了它相应的溢价。但防御性和上行空间之间永远有个权衡，你愿意为稳定付多少价格，取决于你自己的投资逻辑。面对苹果，不同视角的投资者该关注什么？如果你的视野是3到5年以上的长线，最值得追踪的不是 Siri 什么时候上线，而是服务业务的监管风险有没有实质落地。App Store 的抽成结构如果被迫改变，或者搜索协议在司法层面受到约束，这才是真正影响苹果长期利润池的变量。与此同时，观察 iPhone 的续购率有没有开始下滑，一旦用户的生态粘性松动，这条护城河就出现了裂缝。如果你的视野是1到3年的中期成长逻辑，最值得盯住的催化剂就是新版 Siri 真正上线之后的用户反应。如果体验明显提升，带来一波 AI 驱动的换机潮，那才是苹果当前估值真正有支撑的叙事基础。如果上线之后反响平淡，30倍出头的估值就有松动的空间。如果你的视野是几个月维度的短线节奏，苹果的几个关键时间窗口是财报季、产品发布会以及重大监管裁决的公告日。2026年的 WWDC 将是验证新版 Siri 能否如期到位的重要节点。当整体科技板块因为宏观或情绪因素出现回调时，苹果往往跌得相对少。这既可以是防守的理由，也可以是在其他更有弹性的机会出现时，考量调整仓位的参考依据。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这些视角都是分析这家公司的框架，不是任何形式的买卖建议。每个人的风险偏好、持仓成本、持有时间是属于自己的变量，得自己想清楚。今天的节目归结到一句话：苹果用最少的 AI 投入维持了最高的市场估值。能不能继续这么走下去，关键在于它能不能在2026年交出一个让用户真正愿意用的 Siri。这不只是技术题，也是执行力和品牌信誉的考卷。我们等着看答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美股坐标系，我们下期见。